大家好，我是 Tony， 欢迎收看 Tony 开讲。我今天要分享一本书，是美国学者贾德·戴蒙的成名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我阅读之后的心得感想。这是一本谈论人类历史文明起源的书，但是作者贾德·戴蒙并不是历史学者出身，而是一位生理学博士，从事于生子分理学、演化生物学及生物地理学的研究。由于这样的特殊学术背景，使他能提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界对于人类文明起源的观点，而自成一家之言。一般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世界史，大概都聚焦于5-6千年前，位于中东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谓的肥沃月湾。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形成古巴比伦文明。贾德·戴蒙的这本书则是更追溯到13000年前。他想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当冰河时期结束时，全世界人类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那么为什么后来各州各社会的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差异？非洲是现代人的起源地，为什么我们现今看到的世界不是非洲人征服欧洲？美洲也曾经有过古文明，为什么不是美洲的印加帝国入侵欧洲，却反而是被西班牙人宰至美洲呢？贾德·戴蒙认为，人类的粮食生产从狩猎采集转变成为以农牧业生产粮食，是造成各个社会发展差异的最根本原因。这是各大洲自然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结果。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非常简单，也很容易明白，一言以蔽之，就像一首台语歌曲《走马灯》赵贝丁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幸福是不幸，环境来造成。作者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大约是在11000年前发明了农牧业来生产粮食，人类从此可以控制粮食的来源。而农业社会的发展，粮食产生盈余，促成人口成长，因此能进一步的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及政府，后来形成国家甚至帝国。相反的，狩猎采集的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一旦人口成长，势必增加狩猎采集的活动，却会造成食物来源的枯竭，反过来抑制人口的成长。因此社会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狩猎采集的民族生活就像跑马灯一样，每天转个不停，以追求温饱，却无法改变命运。是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能够促成农业文明的发展呢？贾德·戴蒙认为，关键在于有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全球各大洲就是欧亚大陆这个板块最大，孕育了最多可以被驯化的动植物。例如稻米、小麦、大麦、玉米、马铃薯、黄豆等是被人类驯化的植物。例如鸡、鸭、鹅、猪、牛、羊、马等是被人类驯化的动物。贾德·戴蒙认为，农业是人类偶然的发明。人类偶然发现有一些植物及动物是可以被人类驯服及掌控，所以能发展出农业的前提是你有机会遇见这些可以被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全世界大型的哺乳食草动物有148种，其中只有14种成功的被人类驯化。例如其中有我们熟知的猪、牛、羊、马，从野生动物变成人类的家畜。而直到今天，就算人类的科技再进步，也没有办法成功的将某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老虎还是老虎，狮子还是狮子，犀牛还是犀牛，就是没有办法被驯化成为家畜。而这些能被驯化的14种哺乳动物，有13种分布在欧亚大陆，南美洲只有1种，就是羊驼。而北美洲、澳洲、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则是什么都没有。欧亚大陆得天独厚，当然就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发展出农业文明。而这14种成功被人类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例如牛、马、羊驼，不但可以提供食用，而且是很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尤其是马，后来更成为民族之间竞争时的重要决胜力量。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中世纪兴起的中央欧亚骑马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从五胡16国时代开始，先后有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及近代的大清帝国，而蒙古帝国更是创建了人类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帝国。这也跟亚洲原种马能被人类驯服有关，使中世纪的蒙古帝国拥有近似于近代的机械化部队，而所向无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假如亚洲原种马蒙古羊是生长在今天的非洲地区，而非洲的斑马、羚羊是生长于欧亚大陆的中央草原，那么人类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斑马及羚羊是无法被人类驯化，所以契丹人、女真人、回鹘人、突厥人、蒙古人根本无法骑着斑马四处征战，也无法畜牧羚羊，因为一旦放它们出来吃草，羚羊就跑光了。而非洲游牧民族可能就骑着马征服埃及，而入侵亚洲及欧洲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印第安人都是骑着马，但其实这些马是500年前欧洲人所引进的马，被印第安人采用，所以印第安人从此成为骑马民族。而美洲本土也曾经有过野马，但是大约在1万年前就消失了。如果美洲大陆的原种野马没有消失，或许西班牙人抵达美洲时会遭遇到强大的印第安骑兵部队，而遭到歼灭的命运。所以可见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深深影响着文明的发展。而美洲印第安人迅速成为骑马民族，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技术不一定是要自己发明，也是可以透过交通传播而学习到外来的技术。欧亚大陆幅员广大，又呈东西带状，表示不同的地区纬度大多相同，气候条件相似，所以也较容易复制其他地区成功驯化的动植物经验。而美洲则是呈南北状，纬度差异大，因此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大，就较难复制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而其他更孤立的大洋洲各海岛，就更难吸收其他地区发展的经验了。农业文明发展之后，带来了一项很大的后遗症，那就是人畜的密集杂处，使得一些原本寄生于动物的病毒有机会感染人类，而形成致命的病毒，从此如影随形地存在于人类社会。最著名的就是发生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据估计有30%到60%的欧洲人死于黑死病，而这瘟疫就是从亚洲传向欧洲。所以农业文明之间的传播，包括了文化科技的知识，也包括了不请自来的病毒。中世纪的欧洲历经了黑死病的摧残，存活下来的人都拥有了病毒抗体。而当16世纪西班牙人进入美洲时，只有100多人的西班牙军队竟然击败了阿兹特克帝国的8万大军。并不是西班牙士兵厉害，而是阿兹特克人接触到西班牙人后，就感染了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病毒。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的体内并没有病毒抗体，因此病毒迅速蔓延，最后导致原本有20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人口只剩下100万人。根据学者估计，整个美洲的印第安人有90%以上死于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因此西班牙人轻松占有南美洲。贾德戴蒙的这本书有一章飞越大洋洲，介绍了南岛语系民族的扩张史。书中就提到了台湾是南岛语系民族的故乡。冰河时期之后，有一批南岛语系的民族从中国华南迁往台湾，后来南岛语系民族再从台湾出发，展开了南岛语系民族的太平洋航海时代，直到公元1400年左右抵达纽西兰东方的查坦岛为止。太平洋所有适合人类定居的岛屿几乎都被南岛语系民族占领，只有新几内亚及澳洲的土著成功抵挡住南岛语系民族的入侵。而再过100年之后，欧洲人才来到太平洋。贾德戴蒙推测太平洋的海岛曾经有海洋黑种人定居，最后因南岛语系民族的入侵而消失。
台湾的塞夏族有矮灵祭文化，祭祀矮黑人，或许就是这一段远古历史的记忆。而留在华南的海岛语系民族，则最后被汉藏语系的民族所取代，已经消失。因此，台湾成为太平洋南岛语系的故乡。太平洋南岛语系的岛屿，由于可以驯化的植物及动物有限，又长期与外界隔绝，所以有的地区仍停留于采集狩猎的生活，或仅仅发展出简单的农业文明。只有在夏威夷群岛发展出以集约农业为基础的原始帝国。然而，也因为夏威夷的环境良好，气候条件适合欧美人居住，怀璧之罪，最后成为美国的领土。而台湾因位于东亚海上贸易的有利位置，以及临近中国大陆，也是怀璧之罪，所以定居在台湾的南岛语系原住民，后来从台湾岛的主人变成台湾岛的番人，轮番被不同外来优势族群统治，只占现今台湾人口约2%而已。而大洋洲的其他岛国因地处偏远，或者气候不适合欧美人定居，无用之用，反而常保安康。至今仍然是由南岛语系民族自己当家做主。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